如果两个人刚在一起谈恋爱，或许只是 casual 就一起睡觉了，回去以后啊，女生发现下面瘙痒，有豆腐渣，还有异味、鱼腥味，然后就后悔、焦虑，睡过以后不仅要担心，怕怀孕，还要怕得病。年轻女孩子们，你们有经历过这些吗？那么进入长期关系之前，要怎样保护好自己？今天这个视频我要讲的是，无论是 casual 也好，谈恋爱也好，如何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安全的进行，不得病、不怀孕、不受伤。女性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困扰。今天的视频我会分成5个章节。第一章节科普一下女性妇科疾病的现状和知识要点。第2点，刚开始 dating 怎么把风险降到最低。第3点，一个 HPV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别给自己判死刑。第4点，如何避孕。第5章节，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做？其实很多女生真正焦虑的是，如果我刚刚跟他睡过觉了，怎么第2天我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他是不是有病？还是我真的中招了？其实咱们女孩子的阴道都有自己非常特殊的一个菌群，你的菌群是你的，我的菌群是我的，咱们同为女性，菌群都不一样，更何况是男性的菌群。所以你当有了一个新的伴侣，你们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后，这个菌群和他的菌群互相会打架，回去自然会有一些反应，尤其是身体情况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抵抗力不是特别强的，那就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新的性伴侣，他的身体的一些分泌物，还有用的避孕套、润滑剂，甚至是压力，都是有可能造成局部影响的。与此同时，你的这些特殊的分泌物有可能是来自霉菌、BV 或者是 STI， 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你们不要单独的去靠气味去诊断，也不要自己在 Google 上面诊断给自己下心脏病了。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非常直观的区别。如果是豆腐渣明显的瘙痒，很多人想到的是 thrush， 它并不是 STI。 灰白水样有明显的 fishy smell， 有可能是 BV。BV 和新的性伴侣无保护性行为有关，但不代表就是他传染了性病给你。如果是尿频、尿急、尿痛呢，咱们就要考虑一下 UTI， 就是尿道炎。因为咱们女生的尿道本来就比较短，特别容易得到尿道炎，而性生活也是风险因素之一。但如果当你第一次出现症状特别明显，又腹痛又有流血，或者就是单纯的你担心有 STD， 咱们就去 GP 那儿做检查，让家庭医生告诉你，用数据告诉你你有没有得病。这里有一个数据，澳洲2024年记录了101742例医院体诊断，其中大约一半发生在20到29之间的年轻人群，所以 STD 并不是一个离普通人非常遥远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只有私生活乱的人才会有。2，刚开始 dating， 我怎么把风险降到最低？在这里我想跟你们说，做所有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包括择偶。你刚开始认识一个人，他可能跟你讲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他之前的性伴侣，他就算是知道对方做了什么，但是他也不是完完全全知道。所以择偶它本身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过程。就算是我们走在路上，你也有可能发生车祸，所以风险到哪都会有，包括了交友。所以我不要求一个人零风险，我要的是我知道这个风险是什么，我面对的风险有多少多高。在自我保护的措施上，我们可以带避孕套，也可以自己去做检测，要求对方检测了以后把报告给你。而且在选择性伴侣的时候，你也要对自己设定边界，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一定要坚持。如果对方尊重你，我们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比如对于我来讲，我见面的3次是不会去睡觉的，前面3次 dating 纯粹是属于彼此了解、交朋友的一个阶段。如果他不尊重我这个 boundary， 咱们就拜拜。还有一点，我已经是40岁的中年少女了，到了这个年纪，随着一个雌性激素的变化，而且即将面临了围经期，一些女性会出现阴道干涩、组织变薄，还有这个时候疼痛啊，这些都会增加了 UTI 的风险，或者是感染的风险。我个人是坚持有吃蔓越莓的，但是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显示蔓越莓跟增强那方面的抵抗力和杜绝那一方面的感染率有直接的关系。第2点，我个人习惯用个人洗护的产品，虽然有的人观点会说私密并不是洗得越干净越好，我说的卫生呢，咱们要把这个小花园保持外部的干爽清洁，所以我会选择用一些私密的洗护去做清洁护理，就跟洗澡一样。当然也有官方的说明， Health Direct 明确建议
避免阴道冲洗和香味私密产品。BV 建议，甚至是阴道内部只需要正常的环境，不需要额外的洗干净，咱们自行选择就可以。我还有一个单独的小洗衣机，是专门用来洗我的内裤的，它有烘干的功能，这样子为了防止洗衣服的时候交叉感染。但是也有的人是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高温的洗衣机清洗已经把细菌给杀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烘干的时候避免又有滋生细菌。但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洁癖和生活习惯，也不是医学要求，所以你们自行选择。第三点就是要用 condom。 有调查显示 condom 可以明显的降低 STI 的风险和怀孕的风险，但是它不是100%的。 HPV 和 herpes 都是可以通过没有被避孕套覆盖的皮肤进行了交叉感染。第四点，我个人会在进入一段正式 serious relationship 之前，先去做一个我自己的检查，这样也给对方这个报告，告诉他你可以放心，我是干净的。但我不会去要求他同样去做这个检查。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用这一张纸去证明大家的一个道德观念。他可以选择告诉我他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一张纸成为一个道德审判的工具。我要决定的是这个人他值不值得我冒这个风险。哪怕他给了我这张纸证明他是干净的，但他并不代表这个人值得我投资自己的风险价值进去。如果他愿意这么做，我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一张纸的。所以一张 negative 的 STD report 它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永久安全的证书。有些感染其实这些东西检测不到的，很多时候要用自己的判断和主观意识去评价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冒这个风险。当然了，我自己也有失误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之前约会的那一个我认为是高价值进行过筛选的这个男嘉宾，我们约会了有7个月，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犯罪分子，他进过牢，也做过一些龌龊的事情，后来才发现这些问题的。当时我是觉得也挺恶心的，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后悔了。既然都已经发生了，那我能做的就是去做一系列的检查。所以你们问我有没有资格教你们，我并没有。但是当你认错了人以后，你会给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这一条路尽量我们以后不要再走。保护自己不是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错人，而是你即使看错了，你也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Chapter 3HPV， 因为一个阳性结果就把自己给判刑了。 No。 我们先科普一下， HPV 的最高危是16和18，也并不是说这个16、18以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一些高危高风险的我们还是要值得注意的。 HPV 其实非常常见，它主要是通过亲密的肌肤接触，当然了就包括那些亲密关系的进行传播。很多感染其实并没有任何症状，大多数的感染都会被自己的身体给清除掉。真正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反复的感染。 HPV 呢是跟性生活有关，但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私生活混乱有出轨，很难通过一个阳性的测试去判断这个人什么时候被传染到了，谁传给他的，被传染了多长时间。 HPV 有2个比较重要的防护措施，首先就是 HPV 的疫苗。在澳洲，目前25到74岁曾经有过性接触的女性及有宫颈的人，一般都是5年参加一次 cervix screening， 就是 pap smear 的一个筛查，检查一下宫颈的健康问题。还有就是 HPV 疫苗，当然年轻的时候，小女生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进行性生活之前，咱们去接种一个 HPV 的疫苗。如果你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有保护总比没有好。HPV 阳性它不是一个你道德的成绩单，它只是一张纸而已，它不证明什么。这是一张医疗的纸，医疗问题咱们就要用医疗的手段去解决，不要焦虑，也不要内耗。Chapter 4避孕，咱们不要把这个责任交给对方。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条视频。我最近做了一个皮埋避孕。我们大家都知道，女性的避孕无非就是避孕药、皮埋还有上环。我现在已经是有2个孩子，而且很大了，它可以随时取出来，小管子取出，把新的小管子埋进去，我再也没有月经了。在这2年半中，我是一个姨妈巾都没有用到。那咱们就说这个皮埋，它预防的是避孕，而不是预防 STD 性病。我选择皮埋呢，是因为我不想天天吃药，我也不希望有意外，我希望把这个生育风险降到最低。如果对方选择去结扎，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我觉得我为了让自己不受伤害而去要求他做这一个选择。所以不要用任何避孕手段去道德绑架别人，这是我的价值观。选择避孕的方式有很多，避孕套、避孕药、IUD implant、紧急避孕，各有不同的用途，具体选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
Chapter 5， 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慌，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一段我想分成3点来告诉你们。事前你一定要表明自己，我随时都是可以改变主意的。你哪怕到了别人家，哪怕就是亲密了，也不一定要发生性行为；哪怕就是睡到了床上，衣服脱掉了，也不一定要发生性行为。你一定要给自己设立好高的边界感，它是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或者你自己犹豫了，任何情况你都可以喊停的。哪怕就是谈恋爱、结婚，都不代表永久同意。你们结了婚也可以说不同意的。如果他婚内坚持要那啥你就可以报警。一个真正安全的人，不只是说他告诉你我没有病，你可以坚持说我要戴套，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就是没有心情，或者他给你提出的建议就觉得这个我不想尝试，我不感兴趣，而不是你一味的去退让、去妥协，去跟他一起探索，哪怕是你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打破自己道德底线的情况下，你为了要和他继续经营下去这个感情，而去委曲求全的去磨合、去适应他。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的说不，他也可以尊重你，而不是 PUA 你，更不会说你是不是不信我这种话来要求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第二点就是适中，你疼痛不要去坚持，尤其是咱们进入了40岁以后啊，小花园、干涩啊，有时候经过了摩擦、疼痛，甚至微小组织的创伤，用一些水润的润滑剂是非常正常的东西，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已经年纪大了。这一点年轻女孩子也要知道，用一下 lube， 用一下水润的润滑剂，没有什么羞耻的。第三就是，如果是在意外的情况下，事后你觉得发生了情况，咱们要有一个 action plan。比如说避孕套破了，没有带套，我们要考虑紧急避孕，并联系一下医生或者药剂师。担心 STD， 不要等症状，我们也可以去一下 GP 那儿检测。如果有鱼腥味、豆腐渣、尿痛，也是要看一下 GP， 不要一口咬定他传性病给我。如果属于可能的 HIV 高风险暴露，有一种叫做 PEP 的暴露后预防药物，最好是在72小时内去咨询一下你们的 GP。 在这个过程中出血了，我们一定要喊停。在澳洲，任何的性行为它一定要通过你的同意才可以进行的，这是属于 consent。 如果他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和你发生了性行为，哪怕你还只是模棱两可，哪怕你是经过了酗酒或者用了药物的情况下后悔了，这已经不是约会技巧问题了，我们需要联系相关部门。最后我想和大家总结一下，21世纪了，你觉得想要有 casual 的行为没关系，可以的。 situationship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也可以， casual sex 完全可以享受。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接受那种方式，你要 serious relationship，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这一条方式，这2种观念和保护自己的身体是完全不冲突的。我不会告诉年轻的女孩子们，你们一定要等到结了婚以后才要去睡觉，也一定不会告诉你们，你一定要查清楚人家的底细才去睡觉，一定要确立了关系才可以去睡觉，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身体，你们自己说了算。我没有资格替任何人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希望你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要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什么。保护自己不是害怕男人，不是不相信男人，不相信爱情，更不是要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零风险的男伴侣出现。我认为避孕是我的责任，检查身体也是我的责任，选择谁进入我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可能还是会看错人，我可能还是会遇到坏人，但我不会用一次的错误就用羞耻、后悔、焦虑来惩罚我自己。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要保证将来不会再出事，真正出事的时候，我要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那我们下次见啦。